大家好，我是鬼叔，又到了睡前故事环节。害怕的小伙伴，弹幕里扣个1；不害怕的，扣下眼珠子。怪谈协会收录粉丝投稿的毛骨悚然的恐怖经历，以下都以第一人称讲述，切记，千万不要夜里一个人看。恐怖实录。鬼叔，您好，我很喜欢您讲故事的节奏和风格，每晚的睡前绝对离不开您的故事。下面，我想向您投稿一个我初中时亲身经历的事儿。我知道，这类故事多半听起来有些离奇，但希望您会喜欢。如果您会采用的话，也希望其他的粉丝朋友们能够喜欢。故事的开头，先简单的介绍我自己一下。我是一个天津人，曾经是天津某实验中学国际部的学生。这个国际部的楼就坐落于实验中学内最边边角角的一个位置。楼不大，是那种6层高的直筒的教学楼。我在小学初1的时候看到过很多游戏实况的视频，也就想成为一个实况作者。于是我就和一个朋友，这里呢就叫他 A 吧，我们2个人在某库上开始弄了一个频道，主要呢就是录制一些游戏视频，然后简单的剪辑并发上去。不过学生呢大部分时间非常的忙，很难凑到2个人一起的时间。于是我们经常利用放学以后的时间在学校里逗留，然后录制一些游戏视频。大多数情况我们都会选择在自己的教室。不过有一天，我记不清是周几了，但我记得特别清楚，是一个阴雨天，接近放假前的一天。那天我们上完课时是在别的教学楼，等回到国际楼，发现我们的教室锁了，楼里一个人都没有，天特别的黑。我感觉时间没有很晚才对，但就是特别的安静。因为国际楼的灯是声控的，我就猛地跺脚，声音还很大，就是那种都有回音的跺脚。可是灯却没亮，按理来说不应该呀，因为国际部一共就6层，其中的5层是女生宿舍，6层是男生宿舍。如果停电了的话，这些住宿的人又该怎么办呢？当时我就和 A 讲，怎么办？还要录吗？ A 一边往我们的教室走，一边说着，那肯定是要录的呀。我们的对话大致是这个内容。之后尝试了一下，发现我们的教学门被锁住了，要想进去的话，就需要去楼上叫宿管下来开教室的门。可我们这样放学以后逗留是违规的，更别说录视频了，所以我们根本不敢去找宿管，只能挨个教室试一试，看看哪个门能开，想着赶紧录完赶紧走。当时我们就这么一个一个的试，直到试到了2楼角落里的一个教室。我很清楚，这是我们第1个年级的学弟学妹们的教室，门把一扭就打开了。这里插一句，其实我们当时没想着能有门能打开的，因为我印象里宿管会在学生都走了以后下来把教室的门都锁上。可由于当时呢就特别的想录视频，加上之前也录了几次还挺受好评，于是乎想都没想就直接进去了。我们把2个课桌拼在一起，笔记本电脑放在中间，我和他一左一右的坐着。我现在都记得我坐在左边，我们中间的桌子的位置放着电脑，他坐在右边。我们用的是教室里中间2列第1排的桌椅。说真的，这个布局多久我都不会忘，绝对不会。我们打开电脑，打开录制软件和游戏，录制的第1次开场白，结果是笑场了还是怎么了，总而言之就又尝试了几次。直到某一次的时候，突然窗外传来了乌鸦的叫声，吓了我俩一跳，这开场白也被打断了。因为我们从来没在学校附近听到过乌鸦的叫声，这实在是太突然了。加上本身这次呢就是偷偷的跑进没锁的教室，还是放学以后录恐怖游戏，天还特别的黑。总的来说，
就是各种的 buff 叠满了，特别的紧张。于是我们再录了一次，然后录着录着，突然听到从我俩后方传来的挪桌子，然后桌子金属腿和地面摩擦的很短促而且刺耳的声音。当时吓得我们猛地回头，沉默了特别久以后，扭过头来，我问他听到了吗？他点了点头。而且这个时候外面的天已经黑到连对面的楼房都看不出来了，就好像是窗户上被罩上了一层黑幕一样。楼道里突然传来了脚步声，我俩吓了一跳，赶紧的合上电脑，闭嘴不说话。过了一会儿，脚步声走过去以后，我们又打开电脑，想着赶紧的录个结束语，就赶紧的撤退。做完这些动作，外面天黑的跟黑锅底一样，想着不是已经8点9点了吧，那我回家以后不是要被家里人给骂了吗？手上的动作就变得更快了，打开门，2个人就往外走。可是走了2步，就听到后面有脚步声，但是特别的轻，不像是宿管阿姨的脚步，倒像是个小孩子。我俩头也不敢回的往外跑，那种感觉真的就像是在逃亡，没命的跑。跑到学校外，平常都是坐地铁回家的我，这一次打了一个车，就只希望快点回家。一路上我都没和司机说话，我甚至都没抬过头。到了家进门，我妈就说赶紧的洗手吃饭吧。我第一反应是诧异，我这么晚回来，你不骂我，不说我，还告诉我吃饭？10点吃饭吗？结果一看表才6点，我当时就呆住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我和 A 回到国际部的教学楼的时候，就已经是5点40分左右了。我打车回家的话，少说也要10分钟。我们的视频一定会录制20到30分钟，然后去做剪辑的。这时间上怎么说都不可能的呀。我那天晚上一点的胃口都没有，回到屋子里拿出了电脑就开始剪辑。开始剪辑以后，听到了我们2个人玩游戏的声音，稍微的心里放松了些。可就在听到了椅子的金属声后发生的事情，让我浑身的汗毛都立了起来。鬼叔，这里插一句我自己的话，前面的回忆可能多多少少的有一些记忆偏差，但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我这辈子都不会忘。当然它太过于离奇了。就在那个椅子被拖拽以后，麦克风里我说你听到了吗？ A 说然后麦克风里传来了小女孩的笑声，很轻很近，而且根据左右耳收音的感觉，那个小女孩就坐在我俩的中间，然后是贴着麦克风发出的声音。我那一瞬间就感觉太恐怖了，天旋地转。而更恐怖的是，如果我把音轨静音，我确实听不到了我和 A 的对话，但我依然能够听到小女孩的声音。当时的我有一种从手掌麻到了牙龈，浑身发冷的恐惧感。我赶紧地拨通了 A 的电话，把事情告诉了他。他也奇怪，说这怎么可能呢？让我把视频发给他。但视频的每一次上传，不是读取失败，就是卡到了进度条上一动不动，上传不成功。于是我就说我用 U 盘拷贝一份，明天拿给他。一觉醒来，第2天我就把 U 盘拿给了他。他插在了自己笔记本电脑上以后，显示 U 盘损坏，无法读取。现在想想，这绝对不可能。我的那个 U 盘是新的，前几天老师让打印东西还用过，怎么可能就这么巧合的就坏了？于是我就说，你来我家，我给你呢直接从电脑里看。也刚好这天学校课时半天，来到我家里，最离谱的事情发生了，我的电脑开不开机了。那一刻我真的感觉浑身都在颤抖，所有的巧合都凑在一起，那种冥冥之中被刻意编排的感觉，就好像是有人在虚无当中
盯着你一样。不知道听到这里的人能不能想象到那种在夏天很暖和的时候，浑身因为恐惧冷到发抖的感觉。我从那天起就再也没接触过视频录制、剪辑之类的事儿了，直到大学毕业。而且另一个莫名其妙的事情是，在那天之前，我其实算是一个蛮胆小的人，而且呢也怕恐怖游戏和电影。可从那以后，我看恐怖电影非但不害怕，有时甚至会笑。和我的亲身经历比起来，电影里的心理恐惧显然要小得多了。哦，对了，我拿 U 盘来到学校的那天，也就是事情发生的第2天，我们看到学弟的教室门口堆了很多人，说是门被锁了进不去。可奇怪了，我们到校的时间，宿管早就应该把门都给打开了，而且那个门昨晚不是根本就没有锁的吗？再后来，应该是上了大学以后，我才知道，好像大部分的中学是盖在城市以前的乱坟岗上的。为了平衡阴阳，所以那儿学生的数量要远远的大于女生。如果阴阳失衡，就会出现怪事儿。所以那一晚的我们究竟遇到了什么，无从知晓，我也没有了证据，只能希望把这个故事告诉鬼叔，让大家以后不要随随便便在深夜的学校里逗留了。好了，本期结束，喜欢的小伙伴欢迎订阅。如果你也有让你无法解释甚至毛骨悚然的经历，或者身边人的恐怖遭遇，欢迎投稿给鬼叔。下期不见不散。